掌门也不过就是个元婴而已，你怕他个屁呀！元婴打元婴，谁怕谁？前辈，你和婉儿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。废话，我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我倒要看看，这青木殿里还有多少找死的人。什么情况？前辈，哎呀，我去，鬼啊！前辈，为何夺我肉身？可否将肉身还给婉儿？我这是穿越了，还穿到了那个我刚刚正在看的女频小说里，成了女主木婉儿。前辈，婉儿没有得罪你，求你把肉身还给我。你好歹也是堂堂元婴强者，肉身被夺，不想着反击，反而跟我立论，怪不得即便是筑基期的蝼蚁，也敢在大殿上朝你泼脏水。什么大殿？前辈，你在说什么？婉儿好像听不懂。穆师姐，小师妹丢了一枚造化金丹，大师兄让你去大殿对峙，快点！前辈，我没有偷金丹，我真的没有。我要去解释清楚，这事儿有损我的名节。我跟大师兄还有婚约，要是被他误会，就麻烦了。无妨，我替你走一趟，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。什么婚约？你那大师兄早就跟小师妹暗通款曲了，所谓的对峙，不过是单方面的污蔑罢了。既然我来了，就绝不会让原著的悲剧重演。真的可以吗？前辈，大师兄他很严厉的，宗门里好多人都怕他呢。当然可以，你就放心吧，他怕我还差不多。区区金丹器，本座反手便可镇压。穆师姐，你偷窃小师妹家传的造化金丹，全宗门的人都知道了，还不速速去宗门大殿上下跪赎罪？还磨磨蹭蹭的干什么？你知道大师兄有多生气吗？赶紧跟我走，误了时辰，有你好果子吃！你也配跟本座这么说话？我的修为被废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在本座面前狗叫？师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饶了我这条狗命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在本座面前狗叫？师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饶了我这条狗命。这青木宗上下只有掌门和木婉儿是元婴期，掌门是元婴后期，木婉儿是元婴中期。掌门常年闭关，木婉儿软弱可欺，平时从不轻易出手，难怪这些弟子对强者毫无敬畏之心，一群蠢货。滚吧！再让我看见你，定斩不饶！前辈，李翰生性奸诈，他一定会去执法庭告状的。执法庭的人可不好惹，我们这样会不会太冲动了？执法堂，公正的执法才有效力，不公正的执法不过是一坨废纸罢了。可是打燃人就是不对的，万一被掌门知道，会责罚我们的。掌门的脾气……那我问你，刚才你看到他被打，爽不爽？爽是爽了，可是没有可是。在这个修仙界，一味忍让只会被人欺负。你以为你忍了，别人就会放过你？不，他们只会觉得你好欺负，变本加厉。掌门也不过就是个元婴而已，你怕他个屁呀！元婴打元婴，谁怕谁？前辈，你和婉儿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。废话，我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我倒要看看，
这青木殿里还有多少找死的人？这就是宗门主峰，青木殿就在上面。原著里，木婉儿就是在这里被一步步逼死的。前方主峰禁止飞行，穆师姐，请立即降落，步行登山。禁飞？我在青木宗待了200年，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主峰还有禁飞的规矩？前辈不对劲，那纸是旧的，但纸上的墨迹是新的。现写的规矩，现做的旧。这帮人为了让木婉儿迟到，连道具都准备好了，倒是用心。这条规矩，任何弟子都包括。那掌门自己呢？掌门进出主峰是飞还是走？掌门他老人家德高望重，自然德高望重就可以飞。那我也有200年修为，德也不低，望也不轻啊。怎么掌门能飞，我就不能？规矩就是规矩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让你走你就走。按照小说里的剧情，大殿里的人一看女主迟迟未到，就会认为她是心虚不敢来。等女主步行赶到主殿，所有人都已经偏向小师妹了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可惜现在占据这具身体的是我。前辈，他们是执法堂弟子，得罪他们可就麻烦了。我们赶紧步行上山吧，不然大师兄该生气了。我考考你，等你步行上山，罪名都快坐实了。如果我这时候把肉身还给你，你该如何破局？我是元婴期修为，脚程比任何人都快，我可以用最快的速度登山，一定能赶在他们定案之前赶到大殿。解释清楚。那我干脆不上山，就在山脚下坐着，时间一久，大师兄一定会下山寻我。到时候大师兄一定会严加惩罚这些狗仗人势的东西。他向来公私分明，秉公执法，一定会为我主持公道的。这么做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更何况你那所谓的大师兄肯不是什么善茬，表面上的冷酷，实则只是对你高冷，遇到小师妹，什么高冷都抛诸脑后了。蠢丫头，木婉儿还不下去步行，磨磨蹭蹭的，是想违抗执法堂的规矩吗？要么步行登山，要么滚出去，少在我们执法堂的面前摆你元婴期的架子。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？就是，你以为元婴期修为很了不起吗？在执法堂面前，照样要守规矩。我没听清楚，有胆再说一遍，最后那句是什么？哼，你以为元婴期修为很了不起？一群废物，也敢拦我的路？告诉你们，元婴期就是了不起。木婉儿，你竟敢打我们！我们可是执法堂的弟子，你今天死定了！等我们告诉执法长老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在青木宗200年，难道不知道执法堂是什么地方？木婉儿，你给我们等着！执法长老一定会为我们报仇，将你挫骨扬灰。你的灵根会被挖出来，你的修为会被废掉。阎王让你3更死，奈何你们非要插队，2更就上路。既然你们这么迫不及待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木婉儿，不妨告诉你，你的偷盗之举已经被大师兄定罪了。全宗门上下，谁不知道你偷了小师妹的金丹？你以为你还能洗清？大师兄说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现在的挣扎不过是垂死前的扑吊。识相的交出小师妹的造华金丹，兴许还能留你一条贱命。大师兄他竟然已经定罪了，他连问都没问过我。若是以前的木婉儿听到这番话，恐怕早就伤心欲绝，万念俱灰，
甚至会主动交出造化金丹，还会说一些感动自己、虐身虐心的话，最后心甘情愿死在大师兄手里，真是可悲又可气。对于女频女主来说，能死在男主手里，就是对男主最大的惩罚。可这种惩罚对敌人没有丝毫伤害，只会折磨自己，愚蠢至极。交出造化金丹！交出造化金丹！交出造化金丹！否则，执法堂会让你生不如死！还真是不知死活。奇怪，最近是不是感染风寒了？我的耳朵怎么堵了？我似乎听到有人说想入我人皇幡。3个月前，宗门弟子去禁地历练，唯有穆婉儿意外闯进上古秘境，得到了一枚造化金丹和这面黑色定幡。造化金丹能让人直接晋级化神期，且无任何隐患。穆婉儿却留着当嫁妆。这禁幡是上古邪修所炼，专吸人魂魄。穆婉儿觉得有伤天和，从来没有使用过，真是暴殄天物。什么人皇幡？当我们傻吗？你这幡上面黑气缭绕，阴森邪恶，分明是邪修的法器，怎么可能是人皇幡？穆婉儿，你敢动用邪气？宗门严禁使用邪气，你就不怕被掌门责罚吗？年少修仙不努力，人皇幡里做兄弟。既然你们这么想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让我看看，还有谁想入我人皇幡？还有谁敢冤枉我？穆师姐到现在都还没过来，我家祖传的造化金丹是不是拿不回来了？那是我家族的传世之宝，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小师妹，你放心，他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我已经让人去请他了，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想不到穆婉儿竟然做出这等偷鸡摸狗的丑事，真是师门不幸啊！他是越来越不把宗门放在眼里，仗着自己是元婴期就为所欲为。这次一定要废了他的修为，把他打成凡人，让他知道宗门的规矩。穆婉儿一个有300年修为的元婴，别说飞了，就是爬，现在也该爬到大殿上来了。他是不是自知罪无可恕，畏罪潜逃了？依我之见，取他3滴心头血，废掉他200年修为，以示惩戒，既能让他记住教训，也能给小师妹一个交代。给谁一个交代？这么热闹，怎么不等等我？穆师姐，你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。那你到底是想我来，还是不想我来呢，小师妹？穆婉儿，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吗？你偷了小师妹的金丹，还敢如此嚣张，简直不知悔改。那我应该什么态度？自废修为，下跪认错，求小师妹原谅，求执法堂高抬贵手，这才是你该有的态度。没错，赶紧自废修为，交出金丹，等候发落，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。哦，不是让我来对质吗？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，就让我认错，不应该先调查一番吗？还调查什么？事情不是很明显吗？宗门上下除了你，谁还有实力和胆子能偷小师妹的造化金丹？太过分了！他们怎么能这样？我明明没有偷金丹，他们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？这傻丫头终于知道愤怒了，不再是那个一味忍让、任人欺负的傻白甜了。前辈，能否帮婉儿洗刷冤屈？晚辈不求其他，只要前辈能还婉儿一个清白，婉儿愿一生侍奉左右，绝不反悔。我操！果然不能用常理看待女频小说里的女主，刚有点觉醒的迹象，又回到老样子了。我真是恨铁不成钢。
即便你不求我，我也会帮你洗刷冤屈，还会让所有冤枉你、欺负你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多谢前辈，婉儿感激不尽。不错，金丹是我偷的，你们想怎么样？啊，前辈，你这是？牧师姐，只要你把造化金丹还给我，我可以帮你跟大师兄和执法堂求情，求他们从轻发落你。毕竟我们是同门师姐妹。哼。这是什么邪气？牧师姐，你想干什么？东西就在这面人皇幡里，你们谁想要就进去拿好了。只要你们有胆子。木儿，还不速速打开此幡，交出金丹，否则休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你真敢要啊！真是无知者无畏，一个筑基期也敢打元婴期法器的主意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还有谁想进去？放肆！木婉儿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竟敢残害同门，罪大恶极！应该挖出你的灵根，剜下你的仙骨，取你的心头血，废掉你的全部修为，以儆效尤。还要交出你的储物戒指，把你身上的所有宝物都交出来，弥补你的过错。木婉儿，你太放肆了！竟敢在青木殿内残害同门，无视宗门规矩！老夫身为执法长老，定要将你绳之以法！无耻老狗，大义凛然的装什么好人？来，你告诉我，宗门什么时候禁飞的？不就是想趁我不在这，把我这冤案给定死吗？他说的好有道理，好像确实是这样。你残害同门，草菅人命，这跟邪修有何异？你根本不配做宗门弟子。你现在自废修为，束手就擒，兴许我还能给你一个痛快，否则我定要你生不如死。你什么境界？金丹中期，怎么，你怕了？废物！你什么境界？筑基中期，废物中的废物。在修行界只有3个境界：人间蝼蚁、陆地道友、天上前辈。你们这些人间的蝼蚁，想要给我定罪，你们够资格吗？好香啊！天女散花，地涌金蝶，这是传说中只有出现圣人的时候才会显现的异象啊！诸位同门，他已经被邪气迷惑，沦为邪修。不杀此子，整个宗门都将沦为不毛之地。给我一同将其镇杀，捍卫宗门！慢着！怎么？现在知道怕了？怕？我活了这么久，还不知道怕字怎么写。我是想先问问掌门在哪里。你还想向掌门告状吗？老夫实话告诉你，今天这件事就是掌门同意的。你仗着自己是元婴期，在宗门内为所欲为，掌门早就看你不爽了。不好好治治你，掌门又怎会放心？怎会如此？我自认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宗门和掌门的地方，掌门他怎么会这么对我？好一个青木宗！我看你们这群杂碎的命也是没必要留着了。大家不要怕，他只是虚张声势罢了。就算他是元婴期，也未必杀得了我们所有人。大家一起上！剑来！牧师姐，饶命啊！都是执法长老指示我们这么干的。牧师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之前在山门时候是我们不对，我给您赔罪了。怕什么？
他还敢杀光了我们不成？木耳，你真的入魔了，竟对同门动杀手！大师兄终于出手了，大师兄威武！果然，只有大师兄治得住他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大师兄，你要小心啊！那是我的婚书。碍于婚约，我才对你百般忍让。如今你这般行事，就算我撕毁婚书，那也是你咎由自取。今日我就要休了你。哦，你要撕毁婚书？这是木婉儿的婚书，是她从小定的娃娃亲。后来全村被邪修杀光，她和大师兄被前任掌门所救，才踏上修行路。小时候，大师兄的父亲临终交代他保管好婚书，怕木已儿飞黄腾达后不认账。而大师兄觉得这张婚书阻碍了他修行，一心想撕毁婚书，打破樊笼，消灭心魔。同时，他觉得自己有自由追求爱情的权利，当然要找机会名正言顺地毁掉婚书。只是木婉儿什么错都没犯过，让他找不着机会。如今，他不仅要借此机会毁婚书，还要借此破坏木婉儿的道心。如此鼠目寸光，已有取死之道。木婉儿，木婉儿，婚书已毁，你再也不能束缚我了。大师兄，你为了我这样做不值得，而且你这样做让牧师姐的道心受损，今日怕是生死难料了。我这么做不只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跟过去的自己做一个了断，更是为了整个宗门考虑。没错，为了宗门铲除这个妖孽，一切为了宗门。真是一丘之貉，狼狈为奸。修真界讲究因果，有一因则必有一果，善恶皆有报，就在现世，不在来生。这蠢货福缘太浅，受不住的福报。这个宗门也是如此，当断则断。婉儿受教了，多谢前辈。木婉儿盗窃宗门宝物，残害同门，罪不容赦，大家一起上！我邀诸位道友共入人皇幡。有诸位的魂魄加持，想必我这人皇幡的威力将提升不少。这也是提升宗门实力吗？剑落。婉儿，我就知道你不忍心杀我，你还是在乎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在叫我什么？婉儿，谁给你的胆子直呼本座的名讳？没杀你们，不过是想让你们死在最后罢了。有实力的人霸道才叫做事，没实力的人霸道那叫做死。木婉儿，你以为你赢了，掌门不会放过你的！你杀了这么多人，掌门一定会……说完了。师姐，不要杀我！求求你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金丹还你，你放过我！我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。放肆！爷爷，救我！他要杀我，你快杀了他！木
儿，放下我的孙女，否则老夫……快救我！他就是个疯子，他杀了大师兄，他还要杀我！你敢？你敢伤他一分，我必将你挫骨扬灰！掌门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穆婉儿，有人假冒掌门的孙女，在宗门里为非作歹，诬陷同门。为维护宗门清誉，此人已被我诛杀，请掌门定夺。好一个穆婉儿！老夫在青木宗500年，从未见过你这般狂妄之徒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你以为你杀了几个金丹期、几个筑基期，就能在老夫面前放肆？老夫闭关30年，早已踏入元婴后期。你那300年的修为，在老夫面前屁都不是。若不是被迫提前出关，老夫早已突破至化神期。前辈，他的灵力好强。穆婉儿，除非你能达到化神期，否则就等着老夫将你挫骨扬灰吧。化神期，你不能吃，你吃了会怎样？会爆体而亡。你刚才说，除非我能达到化神期，那我就达到化神期给你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就是造化金丹，和书里写的不太一样，没有爆裂的灵力冲击，没有经脉撕裂的痛苦，反而很舒服。造化金丹的药力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吸收？它不用炼化吗？元婴期和化神期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壁，这道墙不是灵力能够打破的，它需要法则的领悟，需要对天道的理解。但有谁能比我更了解天道？你休想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前辈，他真的急了。化神期，穆婉儿，你以为化神期就了不起了吗？老夫还有底牌，是吗？怎么回事？方圆千里的灵气都消失了，连护宗大阵都失去了灵气源头。穆婉儿，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这就是化神吗？出手之际直接锁定空间，我根本无处可逃。怎么会？我可是元婴后期，只差一步就能突破化神，不可能！一步之遥，便是天渊之差。我修行500年，从炼气到筑基，从筑基到金丹，从金丹到元婴，每一步都走得千辛万苦。我以为我能突破化神，我以为我能得道成仙，我以为……你以为的太多了。神奇，青木宗居然出了化神期。宗主，青木宗那种小宗门，就算出了化神期，能有多强？我们天剑宗的万剑大阵施展开来，甚至能匹敌反虚境的地仙。你不懂，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反虚，炼虚合道，步入化神就是已有地仙之资。更何况他这么年轻，比我们3大宗门的宗主更有机会成仙。派人去青木宗，不要惹事，查清楚发生了什么。穆婉儿，是那个被未婚夫嫌弃的穆婉儿。回宗主，正是此人。传闻他被未婚夫当众休弃，被掌门孙女诬陷偷盗，最后他把整个宗门都灭了。有意思，这个女人我很感兴趣。宗主的意思是？派人去，记住，不是去打，是去请。合欢宗不养废物，但他不是废物。我对他可是很感兴趣。青木宗掌门被穆婉儿当众斩杀，
木婉儿已晋级化神期。化神期，你们知道化神期是什么概念吗？化神期，这个世界已经多少年没出过化神期了？假的吧？青木宗那种小宗门怎么可能出化神期？只有3大宗门才有化神期的高手。我听说3个月前青木宗去禁地历练，木婉儿带回来一枚造化金丹，他吃了？不清楚，但掌门死了，他还活着，你说他吃没吃？造化金丹，人皇幡有意思。这个女人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，盯着她，不要动手，还不是时候。前辈，我们接下来做什么？要重建宗门吗？不急，还早，还有的打呢。等着。等什么？等人上门送钱。送钱？3天了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前辈，他们真的会来吗？会。为什么你这么肯定？造化金丹、人皇幡、化神期，这3个消息传出去，整个修仙界都会震动。有人会怕，有人会贪，有人会怕和贪一起。那你打算怎么对付他们？你猜？前辈，前辈，有人来了，是天剑宗的人。钱袋子上门了。谁是穆婉儿？你们是谁？天剑宗外事长老赵无极。不认识。放肆！我天剑宗乃是天下3宗之一，门内有化神巅峰宗主坐镇，更有万剑大阵，纵横天地，谁人不知？说明什么情况？你屠戮同门，斩杀掌门，毁青木宗根基，以扰乱修仙界秩序。我天剑宗作为正道领袖，必须过问此事。我杀了该杀的人，毁了该毁的宗门，关你们天剑盟什么事？穆婉儿，注意你的言辞。天剑宗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瞎了你的狗眼，是你们来我的地盘撒野。穆婉儿，我最后说一次，跟我回天剑宗，向宗主交代清楚，否则怎样？否则天剑宗的剑不是你能承受的。你刚才说天剑宗的剑，怎么很快就不是了？我带来的弟子都是金丹期和筑基期，真要打起来，我们这些人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阁下果然是年轻气盛，我们走。穆婉儿，你谁啊？老夫天剑宗宗主剑无名。穆婉儿，你偷学我天剑宗镇宗绝学，还不从实招来？对，是我干的。前辈，你又要坑人了。宗主，前辈，这阵仗你能行吗？万剑大阵有意思，那就让你们看看我偷学来的剑诀。剑来！宗主，我的剑不听使唤了。不可能，这是什么剑诀？我从未见过。不可能，你不过是个新晋的化神，怎么可能有如此伟力？好壮观！你们天剑宗有10000把剑，巧了，我也有。来，比一下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能有如此修为？难道你是传说中的先天剑体，还是游戏人间的上古前辈？你还不配知道。万剑大阵是天剑宗的镇宗之法，上百名剑修合力催动，理论上可以匹敌仙人。但这女子，她的剑诀闻所未闻，夺剑之法诡异至极，莫非她真的隐藏了实力？穆婉儿，老夫乃是化神巅峰，你不要逼我！我逼你们？你是得了老年痴呆吗？不是你们找上门的吗？天剑宗弟子听令，万剑大阵，全力催动！
万剑归宗。万剑归宗，这是传说中的剑道至高境界，他怎么会？好厉害！前辈，去。前辈，宗主，我们的剑不听使唤了，他在夺我们的剑。不可能，老夫的剑跟了老夫整整3000年。剑有灵，择主而栖，你们不配。你到底是谁？我说过，天剑宗的剑很快就不是你们的了。宗主，我们撤吧。今日我剑无名，愧对列祖列宗。穆薰儿，今日之辱，天剑宗记下了。哼，记下就记下，反正你们也打不过我。前辈，他们好惨啊，连剑都没了，回去怎么跟宗门交代？那是他们的事，跟我们没关系。前辈，这些剑想要，一人挑一把，不许多拿，剩下的留着剑心宗门用。前辈，你刚才说新宗门？对，青木宗这个名字太普通了，就叫什么？青帝宗。青帝宗。走吧，还有很多事要做。建宗门，收弟子，等钱袋子上门。还要等谁？合婚宗、天心宗，还有藏在暗处的那条蛇。谁能想到，半个月前宗里还在商量怎么废穆世界的修为。别说了，让人听见了不好。其实我就跟着前辈混，比跟着掌门强多了。掌门就知道克扣我们的灵师，前辈不但不克扣，还给我们发。前辈，你说的那些钱袋子什么时候才来啊？都半个月了，急什么？钓鱼要有耐心。可是好无聊啊！无聊就去练功。你现在是元神状态，正好可以修炼神识。等你拿回肉身的时候，神识强大了，境界自然水涨船高。前辈，你真的会把肉身还给我吗？我说过会还你，就一定会还，但还不是现在。那是什么时候？等你不再需要我的时候。请问哪位是穆婉儿前辈？我就是。你是谁？妾身是合欢宗内门弟子柳儿，奉宗主之命前来拜会穆前辈。宗主说，前辈若是有空，不妨来合欢宗坐坐。我们宗主对前辈仰慕已久，很想与前辈交个朋友。你们宗主怎么不自己来？宗主近日闭关修炼，实在抽不开身。不过宗主说了，只要前辈愿意来，合欢宗的大门永远为前辈敞开。知道了，回去告诉你们宗主，有空我会去的。那晚辈就告辞了，前辈保重。前辈，你真的要去吗？合欢宗名声不太好。去，为什么不去？有人请客不去白不去。而且合欢宗的人比天剑宗的人聪明多了，知道打不过就来交朋友，这种人比那些硬碰硬的蠢货难对付得多。天心宗周通见过穆前辈。天心宗也来凑热闹？不是凑热闹，是来谈生意的。这是我们宗主的意思，条件都在玉简里，前辈可以慢慢看。你们宗主倒是大方，前辈天资卓绝，这点诚意还是应该的。玉简我收下了，回去告诉你们宗主，容我考虑考虑。那在下告辞，前辈保重。前辈，他们给了什么条件？50万灵石，500上品法器，1座灵矿的开采权，还有仙人感悟。这么多，没见过世面。我这不是没见过吗？行了，
2个钱袋子都上门了，还有1个没来。看来那条蛇比我想象的要有耐心。那条蛇到底是什么？魔渊。魔渊，那些邪修。对，天剑宗是明面上的敌人，合欢宗是想占便宜的墙头草，天心宗看似是想拉拢我，而魔渊是最不掩饰想吃人的那一个。前辈，怎么了？有东西来了。穆婉儿，魔渊的人，你知道我们等你们半个月了，动作有点慢。主人让我带句话给你：造化金丹、人皇幡都不是你能拥有的东西，交出来，既往不咎。否则怎样？否则，魔渊的怒火不是你能承受的。你们魔渊的人是不是都喜欢说这种废话？天剑宗来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，然后他们连剑都没了。天剑宗一群废物，我们魔渊跟他们不一样。哦，哪里不一样？元婴期，你们魔渊就派这种货色来试探我。前辈，他跑了，是替身，真正的本体根本没来。魔渊的人比我想象的要谨慎。那他们还会再来吗？会，而且下次来的就不会是这种小角色了。前辈，那我们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等。又等？对，等他们忍不住，等他们倾巢而出，等他们自己送上门来。所以，前辈是在等魔渊先动手。这个人就是白天来拜访的周通，天心宗早就和魔渊勾结在一起了。当他们觉得我弱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死的时候。宗主，这是宗门的门规草案，请宗主过目。从今天起，青帝宗正式立派，你们不再是青木宗的弟子，而是青帝宗的弟子。参见宗主。记住你们今天的身份，青帝宗不养废物，不养线人，更不养叛徒。只要忠心做事，我不会亏待你们。前辈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替婉儿做的一切，建宗门，收弟子，替婉儿报仇。如果不是你，婉儿现在可能已经……知道就好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前辈，你在看什么？在看这个世界的边界。边界？这个世界的修炼有上限，元婴期不是终点，化神期也不是，再往上还有反虚期、合道期，但这个世界被一道无形的墙壁封住了。你是说，我们这个世界是被封印的？对，造化金丹之所以珍贵，不仅仅是因为它能让人突破化神期，而是因为它能让人打破天地封锁，有着无限的可能。所以，前辈你一直不把肉身还给我，是因为我不还你肉身，是以你现在拿回肉身，最多只能发挥元婴中期的实力，而我要面对的东西，不是元婴期能抗衡的。那我要修炼到什么程度，前辈才愿意还我？我觉得至少得合道期吧。前辈，婉儿明白了，我会努力修炼的。那就去修炼，别在这儿杵着了。是，前辈。快了，很快就让你吃饱。1个月了，我天剑宗上万剑争，手中无剑，天下人怎么看我们？3大宗门之一，
笑话！穆婉儿的剑诀诡异至极，她能在万剑大阵中夺剑，此等神通非我等能敌，不如暂且忍让。我天剑宗立宗3000年，何曾受过这等屈辱？宗主，请老祖出关吧。不可！老祖闭关800年，就是为了冲击反虚之境。贸然打扰，轻则前功尽弃，重则走火入魔。那大长老有更好的办法，难道要我天剑宗从此沦为笑柄？请老祖。弟子剑无闻，叩请老祖出关。宗门遭逢大劫，一名化神期修士夺走了弟子们的本命飞剑，弟子无能，无法夺回，请老祖出手镇压此撩。化神期，那女子邪门得很，她的剑诀能夺人兵刃。化神期，天剑宗连个化神期都摆不平了。1个月了，我天剑宗上万剑争，手中无剑，天下人怎么看我们？3大宗门之一，笑话！穆婉儿的剑诀诡异至极，她能在万剑大阵中夺剑，此等神通非我等能敌，不如暂且忍让。我天剑宗立宗3000年，何曾受过这等屈辱？宗主，请老祖出关吧。不可！老祖闭关800年，就是为了冲击反虚之境。贸然打扰，轻则前功尽弃，重则走火入魔。那大长老有更好的办法，难道要我天剑宗从此沦为笑柄？请老祖。弟子剑无闻，叩请老祖出关。宗门遭逢大劫，一名化神期修士夺走了弟子们的本命飞剑，弟子无能，无法夺回，请老祖出手镇压此撩。化神期，那女子邪门得很，她的剑诀能夺人兵刃。化神期，天剑宗连个化神期都摆不平了。这老东西比剑无名强了不止1个档次。前辈，你动我的人，蝼蚁而已，杀了便杀了。剑来！你这是什么剑法？上一次我只夺了你们的剑，这一次我要你们的命！老祖，这是为何？好像留不了多长时间了。老祖，他在吃什么？穆婉儿，老夫今日要将你碎尸万段！你吃了多少人？多少人？天剑宗上下3000弟子，老夫吃了个干净。他们的魂魄、灵力还有血肉，全部化作了老夫的力量。现在的老夫已经是武神巅峰，我半步反虚。你吃了自己的弟子，我管不着，但你吃了我的弟子，能为老夫献身是他们的荣幸。动了我的人就得死。少废话，拿命来！不可能！
老夫吃了3000人，老夫是化神巅峰。吃人得来的力量，也配叫力量？天剑宗没了，3000弟子一个不剩，剑无名死了，天剑宗老祖也死了。谁干的？青帝宗，穆婉儿。青帝宗，那个刚建宗不到2个月的青帝宗，你们没听说吗？天剑宗去攻打青帝宗，结果全灭了，3000人啊，一个都没活下来。我听说那天整个天下的剑都飞到了青帝宗，有人看到上万把飞剑遮天蔽日。天剑宗被灭门了。回宗主，是的，剑无名战死，天剑宗老祖被穆婉儿当众斩杀。他一个人？一个人。这样的助力不能错过。天剑宗灭了，是剑无名死了，天剑宗老祖也死了。有意思，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危险。宗主，我们接下来按兵不动，让魔渊的人先去试探，我们等。是。前辈，天剑宗灭了，接下来是不是该天心宗了？不急，让他们怕一会儿。怕？对，最可怕的不是死，是等死。走。去哪儿？收编天剑宗的地盘，3000人死了，但灵矿还在，药源还在，宝库还在。天剑宗那些东西放在那里也是浪费，不如拿来建设青帝宗。前辈，这里好香啊！香什么香？都是迷魂散的味儿啊！那我们放心，对我没用。穆沙贝大驾光临，合欢宗蓬荜生辉。宗主已在殿内恭候多时，带路。穆婉儿，久仰。你就是合欢宗宗主，怎么称呼？妾身柳如梦。前辈，他自称妾身，男人自称妾身，有意思。穆前辈身边似乎还跟着一位小友。你倒是有点本事。前辈谬赞，合欢宗的功法本就对神魂颇为敏感，前辈身边的这位小朋友神魂纯净得很，想必是1等1的美人胚子。你请我来不是为了闲聊吧？穆前辈快人快语，那妾身也不绕弯子了。前辈可知道这个世界被封印了，化神之上本该有反虚，反虚之上本该有合道，但这个世界无法突破化神，因为有神在界壁之外封锁了天道。上界。看来前辈知道的比妾身想象的要多。妾身曾经也是天纵之才，300年前，妾身只差1步就能突破化神，然后上界使者来了，他们没有杀妾身，只是改造了妾身。他们说这叫赐福，赐妾身永生永世，雌雄同体，男不男女不女。他们说这是对不安分者的惩罚。所以你想让我帮你解开这个诅咒？前辈果然聪明。前辈若是能抹去上界的烙印，妾身愿意用一切来交换。一切？一切，包括妾身的身体、妾身的元神、合欢宗的势力。玉简我收下了，容我考虑几天。前辈慢走，合欢宗的大门随时为前辈敞开。前辈，那个柳如梦好可怜。可怜？她被上界害成那样，还要笑着跟人说话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？对，你。如果我把肉身还给你，你是青帝宗的主人，合欢宗是敌是友，你来决定。前辈，婉儿觉得他不是坏人，他只是被逼成了那样。那你打算帮他？婉儿想帮他，但是前辈，婉儿不知道该怎么帮。3言2语就把你忽悠的找不着北，蠢货！啊！上界使者离上次降临已经有99年又8个月，前辈，这不是马上就会？那我们更应该帮柳如墨，多一个盟友就多一份力量。所以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说吧，你们的条件是什么？
宗主提供的上界情报，值1枚解咒的丹药，但合欢宗要想成为青帝宗的盟友，宗主还需要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帮青帝宗找出天心宗勾结魔渊的情报。天心宗，那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天心宗。不错，天心宗和魔渊暗中勾结，我需要情报，然后先发制人。你倒是胃口不小。天心宗盘踞北方上万年，根深蒂固，不是那么容易扳倒的，所以才需要宗主帮忙。合欢宗的情报网天下无双。成交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丹药我要先拿到。丹药现在就可以给宗主，但解咒的药力只有我的法力才能催动。宗主拿到丹药之后，要跟我一起前往魔渊，在那里服下。为什么是魔渊？因为那里是上界烙印最弱的地方，解救的成功率最高。好，我信你。你确定在这里服下？确定。魔渊之主一直在觊觎人皇幡，我们在这里解咒，他一定会现身，一举两得。所以我是鱼饵。不错。化神期的血肉，人皇幡的魂魄，今天真是双喜临门。上钩了。你竟敢把他带到魔渊来！不带来，你怎么会上钩？魔渊之主，800年前你偷袭合欢宗的事，今天该算账了。前辈，别怕，好好看着，这是你将来要面对的东西。木婉儿，你确定我能赢？不怕他不逃，就怕他逃。他今日必死无疑。你杀不死我，我是上界的影子，我是他们的看门狗，他们封印了人间，我替他们咬死想逃跑的，我永不灭亡。所以，天心宗也是上界的看门狗。天心宗，他们是更听话的看门狗。多谢。走吧，该回去准备了。准备什么？准备去天心宗。前辈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天心宗。不是说去准备吗？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前辈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休息？修炼不需要休息。前辈，我一直想问，这面幡真的叫人皇幡吗？还是你故意气那些人的？你猜？我猜是你编的。算是吧。不过这面幡确实可以叫人皇幡。什么意思？人皇幡不是因为它吸人魂魄，而是因为只有人皇才有资格用它。上古时代，人族式微，被妖族、魔族欺压。第一位人皇以自身魂魄为引，炼制了这面幡。他杀妖族、斩魔族，将敌人的魂魄封入幡中，以此壮大自身。最后，他带领人族崛起，成为天地之主。那他后来呢？他死了。死了？对，死在了上界使者的手里。上界使者是什么？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神仙，他们不允许人间出现能威胁到他们的人。所以，每当人族中出现经才为一的强者，他们就会派人下来，要么收服，要么抹杀。
第一位人皇选择了死战，他以魂魄为剑，斩破了戒壁，让上界使者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从那以后，上界再也不敢轻易派人下来，但这面幡留了下来。所以前辈你一直在用人皇幡吸魂魄，不是为了杀人，而是为了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屠神灭仙。前辈，你也要像第一位人皇那样去修炼吧，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上界的人应该已经察觉到了，造化金丹被服用，人皇幡重现人间，他们不会坐视不管。前辈，上面写了什么？不承认什么？不承认和魔渊勾结。周通来送玉简的事，他们说是周通个人行为，已经被处决了。他们杀了周通？说是杀了，是真是假，谁知道呢？天心宗比天剑宗聪明，天剑宗来硬的，他们来软的，不承认，不否认，不招惹，拖时间。那怎么办？我们不是有流影石吗？魔渊之主亲口说的，流影石只能证明魔渊之主说了那些话。魔渊之主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，天心宗可以说那是魔渊之主的离间计。所以不跟他们讲证据，讲拳头。准备一下，3日后去天心宗。站住！天心宗重地，闲人免进。叫你们宗主出来。你谁呀？我们宗主是你想见就见的。你想干什么？这里是天心宗，你敢动手？地血，有人闯山！穆婉儿，你敢来我天心宗撒野？你认识我？哼，天下谁不认识你？天剑宗灭门的事，我等还没跟你算账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让开，我找你们宗主。休想！为什么每次都要我说第2遍？前辈，是不是有些太残忍了？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穆宗主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你就是天心宗宗主？在下周旋，穆宗主突然造访，不知有何贵干？我是魔渊之主。魔渊之主说天心宗是上界的狗，专门负责屠杀众生。魔渊之主的话也能信？那是邪魔外道，最嫌挑拨离间。穆宗主不会是上了他的当吧？我本来也不信，但你杀了周通灭口，我就信了。周通勾结魔渊，已被处决。穆宗主要是想替周通讨公道，那可就找错人了。你知道你和天剑宗那个老东西有什么区别吗？他蠢，他硬来；你聪明，你软来，但结果都一样，都得死。穆婉儿，你以为天心宗是天剑宫那种废物宗门？我天心宗历派万年，底蕴岂是你能想象的？哼！血炼大阵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穆宗主好眼力，这血炼大阵是天心宗开派祖师留下的，一旦启动，阵内所有人的血肉、魂魄、灵力都会被炼化，化作布阵者的力量。本来我是想用这个阵法来突破化神，但你来了，化神期的血肉比100个金丹期都强。穆婉儿，你送上门来，我笑纳了。宗主，我们还在阵里。宗主，你要连我们一起炼化。
你要干什么？能为天心宗的崛起献身，是你们的荣幸。放心，你们不会白死。等我炼化了木婉儿，突破到反虚，天心宗将成为天下第一宗，你们的牺牲会载入史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前辈，他疯了，他连自己人都杀。不奇怪，天心宗本来就是这种地方，表面仁义道德，骨子里比魔渊还脏。你杀了周通，不是为了灭口，是为了他的血。聪明，周通是纯阳之体，他的血是启动血炼大阵的关键。我等了20年，就是为了等这一天。来吧，木婉儿，让我看看化神期的血肉能给我带来多少力量。感觉到了吗？血炼大阵在吸你的灵力，你越反抗，它滴得越快。木影儿，你今天插翅难飞。前辈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是要炼化我吗？来啊！不可能，这是开派祖师留下的阵法，你怎么可能？阵法不错，可惜布阵的人太弱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不配知道。你以为你赢了？上界召唤符。木婉儿，你以为只有你有上界的情报？上界使者100年降临一次，但如果有下界之人主动召唤，他们可以提前来。我已经把这里的一切传给了上界，他们会来，他们会杀了你，然后天心宗会重生。那是什么？前辈，这就是你说的上界使者来了。束手就擒，可免一死。12个，上界还挺看得起我。我等奉命下界，执行天规，若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格杀勿论，我格杀你们还差不多。前辈，你不是化神期，你是……你疯了！你用的不是灵力，你用的是魂魄之力，你这样会魂飞魄散的。我知道。你为什么？关你屁事！我乐意。既然不该来，那就该走。但在走之前，我得替他把路铺好。以魂为引，万魄成剑，斩！前辈，你不要走！100年之内他们下不来的，你安心修行便是。造化金丹妙用无穷，你很快就能成仙。在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已经重新掌控了肉身。前辈，什么情况？我这是做梦了，还是穿越回来了？
果然是个梦啊！穿越、修仙、杀人夺宝，怎么可能？这封面画的还挺像那么回事，这画师难道也是穿越者？萧晨站在平台上，木婉儿元神飘在他身边。100年之内他们下不来，100年之后我也该回来了。木婉儿成了一代女帝，故号青帝。她一直在寻找一个神秘人，为了找到那人，木婉儿将空间法则学到了极致。也不知道那人究竟是她的大仇人，还是她大恩人。我昨晚看这本书的时候，它还是印刷体。我睡着了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穿越了，成了木婉儿，杀穿了整个修仙界，最后把肉身还给了她。然后我醒了，小说就变成了我的经历，到头来还是个恋爱脑。怎么突然这么冷？找到你了，前辈。你谁啊？飘着干嘛？装鬼吓我？前辈，你的关注点还是和以前一样奇怪。你怎么认出我的？前辈的魂魄，婉儿记得。这也行？行。你来干嘛的？前辈，婉儿是来接你的，婉儿很想你。走吧。不过先说好，我可不想再跟你挤一个肉身了。这鞋要不要换一下？不用，前辈穿什么都很帅。想不到你也变得这么贫嘴了。前辈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。木婉儿伸出手，想要抓住什么，却只抓到一片虚无。她跪在地上，泪流满面。